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5位情感疗愈团的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小鹏。好的爱情需要用心经营，用心爱情才能长久。大家好，我是李阳。从来都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是因为努力才让选择变得正确。大家好，我是严品红。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但是婚姻承载了更多的承诺和责任。大家好，我是曲伟。婚姻啊，就像爬山，重要的不是到达山顶，而是沿途的风景。Hello， 大家好，我是心理咨询师西大。幸福是一种能力，爱需要用心学习。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嘉宾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请开门。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杨先生，56岁，来自北京，代言；孙女士，44岁，来自北京，导游。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他比我大12岁，更年期了，在家我俩无法沟通，点火就着，脾气还特别暴，还很自私。他呀不会过日子，也不会好好说话，但是会强势啊。在家啊，他就是司令，我必须得听命令。需要对方改变什么？多承担家庭责任，多理解我，收起他的臭脾气，踏踏实实的，不要理想主义。我一切正常，他就是觉得我亏欠他的，加上我年龄也比他大，现在呢就是嫌弃我了，看不上我了。差12岁哈。是的，是的。这结婚多少年呀？我们俩结婚20年了。就是从认识到现在多少年了？从认识到现在已经27年了。嚯！这都没把他12年的沟给填上。他以前很体贴我的，还逗我开心。就他变了，就这2年更年期，然后一点火就着，一说话就急。咱具体说说事儿呗。就是那天去吃烤肉，我说他那个肉啊没烤熟，然后孩子呢就说了一句跟野人似的吃生肉，他一下就急了，站起来把盘子一摔，走了。人家男孩女孩？女孩，今年19了，开玩笑嘛。我插一句啊，因为我觉得他说开玩笑，我不认为是开玩笑，因为当时我觉得他们两个已经很严肃了，就是那个一手扶着桌子，身子都欠起来了，然后指着我这边，你看你这肉半生不熟的，这么吃了会生病，是正常人谁这么吃肉啊？跟个野人似的，这我觉得我挺难接受的。女儿和您妻子是经常用这种类似的情绪和状态跟你沟通吗？其实也不是，其实我一直跟孩子都是，我们家是一个比较平等的一个家庭，我们一直说话都是这样的。之前我跟他说话也是这样的，都没有关系，就是最近这几年就是更年期犯了。我觉得这个现在发生这矛盾根本就不是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因为我前2年做买卖就是赔了点钱嘛，那从这以后就看不上我了。可别说这个赔钱，一说这个我就一肚子气。之前呀，他有一个特别好的稳定工作，早9晚5的，收入也还可以，周末呢还能陪陪我跟孩子，这不挺好的吗？那天突然回来告诉我说我要创业，然后我说你单干，你哪没有资本呀，你也没有这个能力啊，你怎么单干呀？不行，就非得说我要单干，然后我不同意呀，人就离家出走了，1个礼拜不回来。等回来之后呢，人也憔悴了，也没精神了。那咱这家还得继续，还得保持啊，还得照顾这个家呀。我说那算了，我就勉强同意吧。然后呢，他说那你把房卖了吧，支持我啊。你们家是很多房卖一套支持还是？没有，其实就2套，就城里1套，城外1套。然后就把城外这个卖了，我支持他。结果呢，人家拿着钱先开了一个饭馆，赔了。我说赔了几10万，行，咱忍了，剩下的钱咱们踏踏实实过日子。人家又回来跟我说了，朋友说了开台球厅好，台球厅人多，他也打台球。我说行，我再支持您，您再开台球厅，干半年也赔了大几十，礼拜里赔了100多万。剩下钱，说实话，咱们在北京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还是可以的。又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我怎么说怎么劝都不行，告诉我要投资，我要理财。不到2年的时间，500万全给我赔光了。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啊，因为18年呢，我去创业，我把原来公司辞了啊。那阵儿呢，跟他还有事儿可以商量，
但是到我赔了钱以后，他就老拿这事儿说，你看你这干什么都不成，干什么都赔钱。我觉得就不是这么回事。大哥，您看啊，您是连续创业失败者，是啊，就是我很稳定啊。您拿什么让人家相信你呢？是，现在我也不再投资了。不是你这创业失败赔了这么多钱，人家数落你，你就先受着，然后咱再雄起呗。我现在是这样的啊，这个工作呢没了，但是我也没在家躺平啊，说我什么都不干了啊，我也找工作呢。那你干啥了？别投资啊！那个没钱咱干没钱的活啊。那我干点什么呢？我开网约车，挺好的呀。这个条件也简单嘛，门槛也低。老师他开网约车开了几天他就不开了，告诉说我开不了，别人都能开了，为什么你开不了？为什么？对啊，为什么呢？首先啊，电车能挣钱，但是我家呢是油车，那我跑一天下来，里外里挣钱超不过100块钱去。那你跟老师说你是跑了一天吗？我俩一起出门，人家转脸就回家了。你看啊，既然我想干这个事儿，那我肯定就是全心全力以赴的去干。但我发现有一问题，我之前眼睛有点问题，他也知道。那以前你不干这个专职司机，他这个就问题不大。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只要一累了，比如开车开个2、3个小时以后，一累了，这眼睛啊就跟那个看那个电焊壶那种。眼睛有那种反应，他也陪我去看过好几个医院，也查不出原因来。行，您网约车您开不了，您又换了其他工作吗？换了。那后来我在网上呢也是做了直播，我觉得也还行啊。是直播，我跟老师说过他直播哈，他年轻的时候呢喜欢弹个吉他，然后弹的也还不错。现在直播呢就在网上弹吉他呀，跟网友交流音乐呀。结果那天被我发现什么呀？人家去见下网友去了，男的女的。也是有女的，这我承认啊，有女的，还送她礼物，手办，泡泡玛特的手办，说明是年轻的女孩。对，年轻的女粉丝。您说我比她小12岁，家里有我这小媳妇儿，她还到外面去找小姑娘去。您说我能不叫找小姑娘吗？人家这粉丝见面，正常的一个交流嘛，你正常交流，你干什么我不知道，她也不带我去。是这么一情况啊，因为当时我在那个线上表演点才艺啊，人家觉得挺好的，就那个私信问我说能不能咱们见面教教我们弹琴一些技巧啊？你在这个线上也说不清楚。第二呢，是想看看咱们能不能合作呀？说咱们线下，比如一起开个班啊，我们出钱找地儿，然后您当老师。因为我现在说实在的，年纪也大了，之前投资也失败了嘛，只是想看看做点什么事儿。所以人家有时候跟我谈点这个事儿呢，我也很愿意跟人家去见个面，沟通沟通，聊一聊。其实对我来说真的没有别的想法。你都是见女的，都是见过几回啊？就2回，有的都没去啊，因为有的约着出去玩啊什么，我都没去，因为这不是谈事儿。不是那天我看他手机也是，人家那个小网友都会跟他说自己家里的事儿。说我家里怎么着，家里怎么着，就跟他说，就把他当成知心大哥哥一样。怎么称呼的？东哥。哎，你知道他为啥愿意去吗？我也不相信他只是为了谈事儿。对，为啥愿意去啊？新鲜，为了开心吧，咱至少是不是？就图个乐呵呗。对，是有人管他东哥的叫，找点认可。哎，刷存在感。创业都失败了。不行，这一聊就跟我吵。不是，我跟你讲啊，他见不得你乐呵，你把钱都赔了这么多，你还去乐呵，你乐什么呵啊？所以最后工作现在是做主播了吗？没有，后来他也就有一搭无一搭的，现在就还是在家躺着，天天躺着。直播已经不做了，不做了。其实我自个儿还在做呢。那之前也做过一些这个什么，门票的售播呀，一些景点啊什么也都做过，也都还行。但是我不想跟别人就是老是依附于别人，我想自个儿有点自个儿的特点。所以包括现在一些小的短视频啊什么的，我也想自个儿有原创，我自个儿写稿，因为我也能写。然后我想找几个合作伙伴一起写、但是你写了，你也什么也没干成啊，一直没找着合适的伙伴嘛。他就是别人也不愿意跟你合作，有的时候也有自个儿的想法。我写我弄，然后最后什么也没弄成，现在还是天天在家躺着，40都快躺退化了。这个实际情况就是现在还没有一份能够创造物质价值的工作，没有，停留在想象和思谋当中啊。好，这个事儿也放在这儿啊。那你们孩子也19了是吧？对，孩子读大学还是大学？那这些年18年开始创业失败了，这也6、7年过去了，等于孩子这个青春期是一直面对着爸爸的创业不成功哈。孩子有没受什么影响啊？受影响了。这孩子这大2了，这马上下学期就该实习了。我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去考个公务员，或者你去正经找个单位，上一个早9晚5的工作，然后这样积累一些工作经验和人脉。然后呢，人家跟他闺女说：“闺女，这个工作咱们有合适的就干，没有合适的咱们就在家。然后你以后自己创业。”我说：“你创业都失败了，闺女现在没有任何的工作经验，没有任何的人脉，她怎么能够创业成功？而且问题是家里现在也没有这个资本，没有这个资金去给她创业。”就是您看啊，这所有的事儿都是他给规划。
你包括我的事儿也规划，孩子的事儿也给规划。那我们这孩子从小学就开始规划，然后各种补习班，什么数学、语文、英语，恨不得地理、历史，各种兴趣班，什么弹个琴啊、敲个鼓啊、画个画啊、写个毛笔字啊、唱个歌啊，各种的啊，这个班都报。那报完了以后，每年一算，好几万块钱交给老师了，什么效果都没有。那我那天也跟他就是老嚷嚷这事儿，我说你看，你除了把老师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别的一点用没起。为什么呀？孩子唯一喜欢一个画画，还是孩子自个儿小时候5、6岁啊，自个儿找张纸照着这个画一个，那个画一个，因为孩子喜欢是那个现在这个2次元这些的画画风格，所以根本就不是外边补课补出来的。那我们有一次去接孩子去啊，我去那一看，孩子睡觉呢。老师玩手机呢，特别和谐，气氛也特别好啊。后来我问老师，我说老师，我们孩子干嘛呢？他说他累了，我让他睡会儿觉，他挺辛苦的，别打扰他。我说我花着钱让他睡觉，你告诉别打扰他。回来我跟他说，我说你看你每次送孩子上学，孩子也不愿意去，你有事你去不了，还得让我去，大二时间大二去你在干嘛呢？现在你看，你给孩子规划了这么多，咱们现在好多条件都实现不了。那孩子现在又喜欢画个画，那有时候跟我聊天说，爸，以后我如果毕业了，我想自个儿开个这个工作室，画点画啊，接点单呀，未来有点自个儿的事业啊。我说这不挺好吗？人现在自个儿画个画，还上着学呢啊，自个儿画个画，外边人家能挣几十块钱，好的能挣100多块钱。我说这不挺好吗？哎，人家不干了。非要给规划按照他的思想走，说我对孩子也有影响，对孩子有不好的影响，我就理解不了。对，现在孩子您说是在外面是接个画什么的，他能挣几十块钱，但是他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钱积累成自己去开工作室啊？不是，孩子本专业是什么？他对本专业感兴趣吗？很专业，他学的就是动漫专业。所以我也是希望孩子以后能走这条路，他喜欢这个东西哟。分歧的点不在于就是从事的行业，而在于方式到底创业还是去打工。对，我的意思就是他先正经的先找个工作去上班。行吧，那这个孩子上反正也是听出来也有分歧。但是有时候您知道我跟他为什么现在这个有时候有矛盾啊？就是好多时候好话呀，他也不会好好说。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孩子脚崴了。因为他上着保险的嘛，人家保险公司说第2天过来把这个医疗单子都拿走，然后给报销嘛。然后他就给我安排一活，我有事儿，你第2天把这个单子给这个保险员，人家拿走了。我说行。结果呢，第2天我给他发短信，我说人家来了，那个这个保险单子你放哪儿了？我叫个人好拿回去啊。人家给我回一短信，我给你安排点事儿，什么也干不好，我说的什么话也不当回事儿。干点什么也干不了，人家给我回一短信这个。我头天晚上我把那个单子放在鞋柜上，我回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他已经睡了。那我不能说把他叫起来，我跟你说一下啊，单子在鞋柜上呢，我只能是放在鞋柜上，然后给你发个信息跟你说一下。我确实没看见，这是怪我。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好话你好好说。好啊，反正现在一点小事儿就能拱起挺大的火，就这个把那个核心的矛盾就都能拿出来这个丈夫就觉得他对我这样。就是因为我没赚着钱，赔钱了，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看我怎么都不顺眼。对，没错。连带着女儿都说我吃饭像个野人，是心里极不爽。没错。太太就觉得你这就是一沾火就着，是啊，加上你又投资失败，我就看你确实也不顺眼。还有什么其他解决不了的小事儿？再给你们机会说1、2件。再跟老师们说一个，就是我父母呢双都得了癌症，我母亲呢是淋巴癌，我父亲是膀胱癌。我每天都得照顾他们，带他们去看病，他一点都不管我。我自己也有病，我每天我自己看完病，我还得带父母去看病，然后孩子有时候还有病，我白天还要去做兼职，我特别累。是这样啊，刚开始我也管，那父母病了我就去，该接该送去医院该赔都没问题。他有时候有事忙，比如父母那个岳父岳母是这个癌症嘛，他有时候一化疗时间就长，有时候我就盯着，因为我这也没事儿了嘛，最近就我盯着。人家回来了，回来你也不是说问问我辛苦不辛苦，这也没必要，自个儿家人，你也不至于回来就数落我呀。一回来，这个喝了几次水啊？我说喝了3次。大夫不是说让喝5次吗？大夫让多喝水，你怎么就是喝3次水啊？这样你爸你妈你能这么照顾吗？你怎么不知道上心啊？这不是1次，几次以后弄得我就烦了。但是他现在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他说的时候，他听不进去，他回绝我比我说的还快，挺难的。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难。你看你妻子哭成这样，毕竟父母2位。他的至亲都生这么重的病，因为1个月那个4周得有3周都跑医院。我说实在，我也体谅他，挺辛苦的，因为我现在也没工作了，家里生活条件也都不如以前了。你看我那阵儿好的时候，因为我从我们俩认识，我就钱都交给他了，就肯定不会藏着掖着的啊。对，我都不交，我自个儿的卡什么的，他的密码他都知道，都通吃，我都交给他了。那这样的话呢，就说你看
咱们家庭条件好的时候，我说你也得好好过日子，人也是大手大脚。我们每天一刷单，每天我们家小院扔进快递少了4、5个，多了10几个，各个那个快递公司的小哥跟我们家关系可好了，只要一提我们家不也是都是买家庭所需的吗？我也没买别的呀。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囤菜您听说过吗？大白菜可以囤，哎，那是冬天呀，咱们囤一下过冬的。我们家每天啊，只要人家一买菜啊，一买啊10天半个月的菜，人家到那个家门口，我都得去接去，自个儿都拿不上来了。其实我买菜也是，就是那个好放的和不好放的我都买。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先吃这个不好放的，比如说绿叶菜啊什么的，把那好放的留到后面。然后他也不是也不设计也不规划，就逮着什么做什么。他做饭是吗？家里？对，他做饭。我做饭，我做20年饭，做的我也够的了。为什么呀？做什么也不吃。不是，他有时候做的就比如今天我就想喝点粥，他给我做的馒头我就不想吃。那你自己做？不做。不是，你现在不在家躺着，在家待着，你不做点饭，你还那个什么不做了？你看，就是一说到这个吧，说的话吧，永远都戳，我知道你不容易啊，但你永远戳人家肋肠。就是，哎呀，听着我就难受啊。我插一个问题啊，先生，你描述一下你一天时间安排都是什么？我要是有事儿的话呢，就是那个正常起，比如早上起来7点半左右正常起；如果没事儿的话呢，就差不多8点半左右起。起来以后呢，遛狗，遛完狗以后呢，回来就是差不多谈点事儿，上午打电话，打完电话中午做饭，做完饭呢，下午一般的我是安排下午出去。下午出去跟朋友见个面啊什么的，因为我现在几乎没有娱乐，都是谈正事儿，甭管成不成吧，你得跑啊，在外边。然后晚上回来5、6点做饭，他们回来吃完饭呢，遛狗，遛完狗晚上那个我自己那个有时候发会儿呆，有时候自个儿待会儿，然后有时候直播会儿，然后这么着到晚上差不多12点也就睡了。你们提过离婚吗？偶尔，很少。我说实在，我觉得他这么小跟了我啊，也真的挺对不起他的啊。我就觉得这个，说我提离婚，男的我怎么都好办。我无论是再找一个，还是我自己一人过，我觉得你看这女的现在这么大岁数了，我半道给人家抛弃了，而且我还是说想再挣回钱来，给人家一个弥补。但是现在这生活过得真的是一地鸡毛，有时候脑袋大，我有时候真不想回家，就一回家脑袋跟带紧箍咒似的。不想回家了。那女士想过离婚的这个念头吗？我说实话，我没有想过，因为他之前对我真的特别好，然后也知道关心我，然后也知道这个之前是多长时间之前？就是在他投资之前，那就是5、6年前。对，然后就这几年，我觉得就是更年期，然后没法沟通了，所以慢慢我们俩就有隔阂，然后就吵架。这一地鸡毛生活还有没有机会重新回到和谐、平静、平稳发展的这样一个状态啊？其实我现在也挺矛盾的啊。是，咱也看看大家都能不能集思广益，帮你们想想。首先觉得确实也不容易，也经历了很多坎坷，现状也是一个挺难的状态。但该怎么才能从困境中走出来呢？哈，哎，你们俩年轻一些的哈，有什么说的吗？不是因为更年期，其实我觉得是这个姐给他找的借口。他可能就是生活了这么多年，然后现在慢慢的变成了这样。就如果姐，如果你是我的亲人的话，就是我肯定让你跟这个哥就是分开了。哎呀，嚯！这个小姑娘啊，还是这个可能年轻啊，对这个婚姻啊，太当做儿戏来看了。那现在我们俩虽然就是说有这个一地鸡毛的事儿，但是你轻易的，比如你建议他说分手了。如果你设身处地想一下，你今天分手了以后你会怎么办？你能再找一个什么样的未来的生活怎么样的？你现在也没法规划呀。再过5年10年，你再离婚吗？他们的想法只是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20年的共同患难或者共同享福的生活，他不知道什么叫相濡以沫，更不知道什么叫磨合得来的一个相伴很多年的夫妻，没有经历过，永远不知道。对。但是经历过的人，怎么能把这个经历变得能够更加稳定长久？我觉得就是我们能不能接受。您虽然已经中年了，但是我觉得您并没有接受生活的现实。同样，您现在44岁，你也没有接受生活的现实。我觉得，如果你们夫妻想要长久下去，首先接受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大不如以前。如果接受了，你们就会考虑我们谁该做什么，谁该做什么，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处理。可是现在你们没有，为什么？因为你们2个人都没有办法接受现实，所以看清现实，我们才能够携手共进。我觉得现在其实对于妻子来讲，您最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无脑的去鼓励。
无脑的去鼓励，就是毫没有原则，就是一味鼓励我老公弹吉他弹得好棒，我老公好棒啊，现在开始做直播了。而你所需要的无非就是交代给他，老公你先去一下，你去照顾一下父母，他照顾不好的地方你再补就好了。就是的确可能如果你的母亲是一个很倔强的人的话，我不喝他真没办法。而这个时候如果您不去理解他，你还去埋怨他的话，他就会觉得我更没有办法得到理解了，那我现在更没有办法起来。所以我觉得你老公现在有一个状态，他变得过于的谨小慎微了。就像刚才您说的，早上出去谈事儿，下午出去谈事儿，我现在反而觉得您像一个无头苍蝇，您不知道在谈什么。所以我倒觉得您现在不如就稳定下来，在家里待着，好好的想想你到底想做什么。您不如就先把您的直播做好，先把您自己想写的稿子写好，自己录就完事儿了。所以我倒觉得你们夫妻现在最需要做的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接受现在的生活就是特别的糟糕。第2件事情，接受如何在清苦的生活当中过出你们的滋味来。所以当你们能接受清苦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才有反弹的机会，否则的话永无翻身的时机。其实我在2位的这个讲述当中，我听到的是丈夫他那个很微弱的，但是可能一直压在他心里的那个希望可以得到帮助的声音。因为我觉得这个创业失败，尤其是接二连三，对他的这个打击啊，摧毁了一个男人他在那么多年以来经营起来的这种社会层面的自信，更摧毁了他作为一个家庭顶梁柱自己的那份信念。我们必须要承认，就我们这个世界其实给了男人太多使命感。他们之所以会脆弱，是因为他们往往无路可退，他们不仅要背负着养家糊口，最好还可以功成名就。他现在这2样他都背负不起来，所以他心里是真的需要求助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很多事情换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其实都是一种生命力。我们可能会把这种失败的经历，叫创伤型的经历，会称为一种黑色生命力。就是当你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之后，你的敏锐度会增加，你的深刻度会增强。但是会不会有人和你产生共鸣，并且去聆听你的深刻，感受你的敏锐，这个就变成他现在迫切需要从你这里获得的东西。无条件的信赖，就是你去相信他可以，并且我说这个信赖当中还要再加上一层意义，这个就更勇敢一点，就你依然还要像自己曾经那样把自己敢托付给他。你只要敢把自己托付给他，而不是跳出来说我现在比你强了，或者说我拥有着各种各样去指责你的权利，我总是会对你百般挑剔了。你只要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只要你敢把自己依然交给他，他还可以再做起来，还可以再重新成功的站起来，成为这个家庭当中的顶梁柱。但这个过程，他曾经的成功可能没有你参与，但他再一次的成功就需要你的参与了。实际上，你在家里出现经济坎坷的时候，你没起到啥积极的正能量的作用。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它是截然不同的结果和截然不同的人生方向。你想想，你老公50多岁了，你也40多岁了，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你们其实比起以前生活还是好的，比你们刚结婚的时候其实还是安稳的。接下来可能以后10几年的人生，就是我们怎么能让身体更健康，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父母安稳地度过他们的终老。先生，我觉得你虽然说也受到了一些创伤哈，但你不能是一直是一个应激状态啊，多少年了都，怎么还是一点就着，一说就炸呀？所以你的激惹状态你要调整，你做生意才能有可能有起色，否则你在做生意或者你思谋要做哪一种创业方向或者工作方向的过程中，但凡别人给一点负面的声音，你立刻炸毛，不干了，我不跟你合作了，我不做这个买卖了，我不直播了，你们直播间里说我，你这就更干不成事儿了，好不好？你要调整的是你的应激状态。好的好的。还有要有一颗平常心，别老想着翻身了，是不是？有机会咱努力，没机会把眼下的日子过好。你给不了钱，你就多提供点情感价值，别老那么高自尊在他面前。你们俩之间不需要那么高自尊，需要的是平等和互相尊重。我特别能理解，因为现在是夫妻2个人遇到了人生最严重的考验，但是可惜的是2个人没有合在一起啊。
没有共同去帮对方去做点什么，反而就是自己解决自己的事儿，但是自己的事儿都解决得很吃力、很痛苦，都想再求助，但都不愿意跟对方说你来帮我，行吗？都不愿意说我谢谢你没有离开我，我需要你的帮助，聊聊吧。大哥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转化，价值转化。你现在价值是什么？如果说你的事业价值现在已经是低谷了，我们转化一个，你的丈夫价值是什么？照顾好家。如果你能帮你的妻子去分担父母这方面给的压力，那他就可以把这时间干嘛？拿出去工作，安心的工作，开心的工作。哎，你们家庭价值就产生了，他就能为你们这个家挣到更多的钱。难道这不是你的再一次创业吗？所以你帮他分担好家里，那他就能更好的去工作。包括让女儿去创业，其实也是在尽你的一份心愿嘛。那创业，年轻人为什么不能出来就创业呢？为什么不能呢？我身边这位西大老师就是创业了很多年，很成功啊。所以说，条条大路都可以通罗马，只要孩子喜欢。啊，老人创业失败了，孩子就会失败吗？那可未必。他们现在就是在勇敢的去迎接各种可能性，对不对？所以说，好好的跟你身边这位去聊一聊吧。你们今天急需一场掏心窝子的话。我知道，其实你心里会有一些怨，甚至你会觉得以前对我那么好，然后经过这几次之后，哎，可能创业失败，给我们家庭造成了比较大的负担，或者日子不如从前了。其实心里可能会有一个语言，就是这些是你造成的，但实际上夫妻一体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相互体谅，一起去支持。这样才可以走得更长远。然后还有刚刚有说到啊，说去跟小网友见面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去？我跟你从心理学的角度，从很底层的逻辑去跟你说，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因素，就是他会觉得，哎，好像外面有一些花花世界，那仅仅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是在你这儿他得不到的认同，在外面那儿有人认可他的价值，想要邀请他，觉得他谈得好。他感受到了这个鼓励和认可，所以他愿意去走向那个群体。他真的这个阶段，他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歪心思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我希望你们接下来的相处啊，可以好好过，啊，多一些鼓励。我们要不断的看好的，把好的放大，这样你们才可以走得更好。然后也希望男方吧，对女方也再多一些包容。那毕竟可能自己的一些失误。或者一些错误的决策导致家庭状况确实不如之前了，那这种可能女方有一些情绪或者有一些小的一些脾气，啊，或者有一些抱怨也都很正常，对吧？咱再包容一些。好，那两位先休息一下啊，我们看看这对小情侣他们的情况。来。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张先生，25岁，来自湖北；职员赵女士，26岁，来自甘肃；音乐老师。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怎么形容你们这段感情？跟他谈恋爱就像往沙漠里倒一杯水，刚开始有一点点反馈，之后就啥也不是。你们的感情遇到什么问题？他是那种爱无能的体质，除了私奔来找我，没做过一件爱我的事儿，而且还特别喜欢看别的小姐姐。他是个吵架冠军，又能哭又能闹的，还特别爱道德绑架我。你上节目的目的是什么？我来这儿是想知道他是没有能力爱任何一个人，还是只是不爱我。哎呀，我知道男生肯定要解释，我爱你呀，是吧？我怎么可能不爱他呢？我平时为他做的事还少吗？女生就说。我感觉不到你爱我呀，是，哎，所以咱还得慢慢讲，到底爱不爱，我们且听听你们的说法啊。来吧，我们两个是打游戏认识的，然后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都是处于一个刚分手的状态，他追的我，我在河北廊坊，他在湖北，我们两个离得非常远。然后我们两个网恋了半年，后来吧就决定他去找我，他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来到我的城市了。然后他能把我们俩感情之中非常浪漫的事情变成这个一件矛盾，我就觉得他根本就不会谈恋爱。你举个例子，怎么就把浪漫变成了矛盾？
他当时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廊坊找我了，这是我们双方的决定。他之前的工作是那个炸鸡店的店长，可能一个月挣8、9千，然后他来到我的城市以后，成为了一个公司职员，一个月就挣5、6千。我之前那个老板呢，跟我关系特别好，我们一起把那个店做得特别好。就比如说平时啊，就是外卖什么的，一天好几百单，然后我们就是说一起投入开分店，然后我爸妈也把钱给我准备好了。但是因为他，我就闹得不愉快，然后我从那么远跑过来，我平时就跟他抱怨几句都不行。人家抱怨是抱怨1、2次，你抱怨了1、2次吗？人家开了9家店，他跟我抱怨了9次。抱怨啥？就说自己错过了一个人脉。这本来是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不能跟他抱怨一下吗？不是，那你就选择那个机会去就得了吗？这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人家发的朋友圈，我就跟他抱怨一下，我说，哎呦，我错失了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简单说一下嘛，都不可以。我是过来找的时候，跟我爸妈都闹翻了。我跟你讲啊，这男孩内在就是觉得亏了。实际点啊，不光他遗憾，我觉得女生其实也有点遗憾。是，那这件事你的结论是他爱你还是不爱你啊？我给他找的借口是他可能不会爱人啊。那这件事结果，男孩你是爱他还是不爱他？你觉得这个表现？我怎么可能不爱他呢？我不爱他，我为他跑这么远跑过来。他还是说爱啊，行，这件事他认为还是爱你的。好，再说下一件事情。他平时喜欢看美女，在所有的社交软件上，主要我平时看一下怎么了吗？我不是说你不能看，但是你10个视频里有9个都是，这过分了吧？没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啊。怎么没有那么夸张？他看的是什么类型的？就是那种腿细腰细，穿的特别凉快，就是那种体重不过100的小姐姐。然后我个人体重是140斤，之前我就很自卑，非常的焦虑。有啥自卑的？我说了嘛，你这样就挺好的嘛。你嘴上是这么说的，你看的时候你都不背着我，当着不是挺好吗？我觉得他当着看就是对我有意见。哦，你觉得他当着你的面看是在攻击你，对你有意见？意思是你看你不如别人好看？是，我都没有这个意思，我也给他说过。那我在你旁边，你为啥还要看别人？为什么？然后我就为了他开始减肥，我节食减肥，减了20斤。减肥我也是心疼他，我一直说他这样本来就挺好的，不用减肥，不用减肥。心疼我？你看美女，当着我面看，心疼我。你减肥搞得自己身体都不好了，我不是为了你好吗？不，我是觉得姑娘你就让她看呗，唱歌跳舞也是我的专业呀，我又不是不会，你干嘛？她看是看，她不是没跟别人怎么吗？不就还主要是在你旁边吗？你的委屈不是因为她看了，而是你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身材可能就没那么满意，所以你觉得她在羞辱你。是，所以根儿不在她那儿，她那儿有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在你这儿不够自信是吧？你也不是为了她减肥，你是为了让自己可以更满意自己才做的减肥。我觉得这块可以跳过去，接着往下讲。那个之前上一个520的时候，他说想跟我一起过，因为是我们之间的第一个520，但是那天不是休息日，然后他要上班。中午的时候，我想着我下班了，我去找他，我们一起吃个饭吧。然后他也让我过去，然后我就过去了。我等他一直等到下午2点钟，因为我那段时间在减肥，在节食，然后加上我贫血，我就很晕。然后他下来跟我说：“你先回去吧，我不能跟你吃饭了。”他让我自己打车回，他就上去了。我自己在马路边打车。我当时不是上班吗？我不是让你先回去了吗？那我是不是头晕？然后你让我打车回，我是不是打不了？那我后来不是请假送你了吗？你就请了1个小时啊。然后他打车给我送回去了，他在路上就吊着个脸，然后说自己扣了多少钱，一直不高兴，我又很难受，然后我就感觉很委屈。回去以后他给我放到那儿，然后他就要走。我说我这么难受，时间就短吗？我不是你到家了啥也有，那我这么难受，你就不能请假照顾我吗？我是不是跟你这么说的？然后他说不行，他一定要去工作。然后我晕倒了，他把我扶起来放到床上，然后他就去上班了，他根本就没管我，他连杯水都没给我倒。那我是不是晚上回来给你道歉了？我用得着你晚上回来给我道歉吗？那我不也是为了我们俩更好的生活吗？你现在都不让他好好生活，还为了未来的好好生活呀？那我不挣钱，我们怎么生活呀？他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错了。他还真是不觉得自己错。他好像真没有。他就是没觉得。他来到你这个城市，应该是算人生地不熟是吧？是。那他自己这个社交方面啊，交朋友方面，他有顺利的过渡吗？他没有社交，他现在没社交啊？对，他每天就在家里，然后除了上班以外，他就每天在家里打游戏。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准备去上厕所，然后他手机响了，我拿起来看了一眼，是一个女生给他发的消息，他们俩每天都有聊天，然后那个女生晚上跟他说晚安，早上跟他说早安，跟他分享生活，说自己今天吃的啥，今天看的什么电影，自己每天的穿搭是什么，都给他拍照分享。
嚯，那发照片分享他的那个外形是刷视频的那类吗？他不拍脸，他就只拍自己的穿搭。哦，那女孩不拍脸啊？是。当心是不是骗子？见过面吗？那是我在家时候的朋友。最主要的是这条聊天记录第2天没了，就是他跟那个女生聊的所有的聊天记录都没了。那我删了不也正常吗？你为什么要删了？你咋啥都正常？不是因为不是因为他平时本来就又爱吵又爱闹的，一有事了就哭。哎，男生，我不想跟他造成更大的矛盾。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正常？那我不做评判啊。但是你女朋友觉得不正常，这怎么办？那我不是直接把所有女性好友全删掉了，就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了吗？啊，你就服从于他是吧？只要他觉得不正常，你就把它调整成他认为的正常。对。你觉得删了就完了吗？我根本没让他删，我让他给那个女生打电话。他说那个女生知道他有女朋友，因为当时我们俩没有在朋友圈公开过。我觉得人家就是不知道他有女朋友，才老给他发这些。我跟人家说过了，我有女朋友。那我让你给他打电话，你为什么他没接你就把他删了？我是不是当着你的面打了吗？人家没有接。那他没有接，他第2天会给你回过来的，你连当面对质都不敢，而且他连他表妹都删了，给我扣上了一个大帽子，就是我不讲道理，而且我小心眼儿。但是没有，我觉得正常的社交是可以的，但是我绝对没有那种天天跟我分享生活的男性朋友。他天天也是跟各种男生聊天，也不少。但是我不能给你看吗？有同事还有朋友。你是给我看，那我不让你跟他们聊，你怎么还聊呢？你聊的你都删了，我为啥不能跟他们正常社交？我跟那个工作上的朋友就只聊工作，然后生活上的朋友就只聊生活，但是绝对没有分享生活。比如说打游戏的朋友，我就只聊游戏，分得很清楚，而且都能给他看。那这都是聊天，那现实生活呢？你们会比如说一起出门去结交朋友吗？不会。他只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平时就在家里打游戏，零社交。然后我有朋友，因为我之前是小学老师，然后现在给我调到高中去了，我压力比较大。然后我朋友有时候会叫我出去喝酒。他以前啊，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他晚上他跟我说他去开会，然后我看10点多了嘛，太晚了，然后我就去接他。我到他学校，然后学校灯都黑了，然后给他打电话，打了好多电话都没人接。打了7、8个的时候，就一个男的接了电话，说他们在哪个酒吧，就是他骗我，然后跑去跟别的男的跑去喝酒。这件事情我不是跟你道过歉了吗？而且后来我去的时候，是不是都跟你报备了？怎么还是一个男孩接的你的男朋友的电话呢？因为我去洗手间了，所以他帮我接了一下。他咋敢接你电话呢？他凭什么以什么身份帮你接了电话呢？我也不知道，他们都是我同事叫过来的。就正常哪个女孩天天是不是晚上10点过后跑去？我没有天天吧。跑去喝酒。那你要是担心有异性，我让你陪我去，你为什么不去？我就不喜欢喝酒，喝酒是什么正经事吗？你可以不喝，你可以陪我去。就像你打游戏，我有拒绝过你吗？那打游戏跟喝酒能一样吗？什么好人天天晚上跑出去喝酒？你又不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我在学校里遇到什么事儿了，我跟你说的时候你在打游戏，你又不理我。还有他这个喝酒，他一喝完酒回来就跟我闹，又哭又闹的。我让你融入我的圈子，我给你介绍我的朋友，让你认识。你说你不认识他们，你去了你尴尬，你都不愿意融入我的圈子。我就不喜欢喝酒，我就不想去那种场合，我跟他们交流什么嘛？哎，姑娘，女生喝酒的频次是怎么样的？ 1周3次到4次。1周3到4次，那真挺多的。我的天，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我调到高中开始。我想知道姑娘你的压力是什么呢？你说去学校很大的压力。就是我之前在小学就只是小学音乐老师，但是在高中的话我还是干事，我要从早上6点多一直忙到晚上10点差不多，然后再去喝酒，然后一周还有3到4天有时间可以喝酒，不睡觉吗？睡4、5个小时。是，你是觉得工作的压力太大了，事儿太多了，太忙了，而且领导就是老就是觉得我做的不好。那你不应该回家休息吗？把身体养好了，白天再好好干工作呀。就是我老跟他说，你回家干什么不行，非要跑去喝酒，天天去。不是回家你在家里打游戏，你一天你告诉我你1周打几次游戏？每天打，他只要闲下来就每天打几个小时？3、4个小时吧。3、4个吗？你不得6、7个？哎，你俩有共同的事儿吗？就是听来听去，你基本上在外边喝酒、工作，从早忙到晚。男朋友基本上下班就回家打游戏、看主播，然后聊微信。你俩有交集吗？我俩一起打游戏，有时候也不会一起出去，比如说什么吃点好吃的呀，逛一逛。只要不是说看看电影。他只要说不是喝酒，他叫我出去干啥我都陪他。去吗？但是我朋友在的时候他就不去，就只能我俩去。你们俩谈恋爱不应该你们俩去吗？
就本来就是，我就不想认识他那些朋友。所以我说让他融入我的圈子，他不愿意呢。所以你不觉得你俩不合适吗？我觉得呀，我跟他说我俩不合适，他就说咱俩哪不合适？我说你爱看美女，你喜欢瘦的，你去找个瘦的吧。他说我就喜欢你。然后我说那我爱喝酒，你爱打游戏，你又不陪我去。我说那你找一个不喝酒的吧。他说我就喜欢你。那不合适就算了呗。家里还不同意。谁家不同意？我家里不同意。因为我俩老吵架，然后一吵架我就回家去了，然后我妈说我俩就像小孩子过家家。我今年已经26岁了。你爸妈见过他吗？见过。见过。对他的这个见面的评价是怎么样的？觉得他太瘦了。他妈老想让我在这边买房。对，我妈给出的方案就是让他在这边买房。我家里那边本来也不太乐意我在这边，我就一直想让他跟我回去，但是他妈现在老叫我过去他们家，就是商量。你还好意思说？我现在都不想去。不是你家同意吗？你家同意吗？他只要愿意跟我们去我家那边，我家都同意。你千万别跟他回去。可不嘛，姑娘，你也觉得不合适，那你卡在哪儿了？为什么还纠缠在这段感情里？他一开始的时候对我挺好的，而且就是他愿意为了我这么远过来，跟家里都闹翻了。他有亏欠感啊！你是真的不就是被绑架了吗？你觉得人家冲我来了，我就得负责到底，是这意思吗？这个占你现在和他不分手多少比例？50%。所以你的50%是留恋他对你的这些温暖啊。是。我们这对夫妻俩，咱闺女谈恋爱了吗？没有呢。咱闺女要找这么一个男朋友，从外地巴跑来咱北京了，你们就看这个情况会同意吗？其实我对这个男生啊，我是挺喜欢的。我觉得为了爱情，我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人来了，有那个少年气哈。对这个男人，我觉得这个行为我其实挺赞同的啊。我要是岳父的话，我首先这样我跟他能喝一杯，但是他不爱喝酒啊。但是呢，我觉得他可能现在心里还有个纠结，就是他原来那个生意的事儿，那毕竟是个事儿了，如果干顺了那就起来了。但我觉得那个事儿你要看开一点。因为生意啊，当你小的时候啊，怎么谈都好谈；当你稍微有一点规模的时候啊，你跟原来的朋友未来怎么再谈生意，不见得好谈了。所以你把事儿要放开了，这是第一啊。第二，既然这么远过来了，如果你假设一下，今天你回去了，你心里边疼不疼？你想起他的时候，你心里疼不疼？如果你心里不疼，说我回去就回去了，哪天想起来我再来呗，那你就回去。如果你心疼的不行，说我想起这事儿我都掉眼泪。那你就要么就把他带走，要么就留下来。其实我觉得你这么远过来啊，千里迢迢过来，你就应该是对他有任何的包容，他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对的。你真的要疼他、爱他，去感化他。他如果真的就有跟你诉苦的这个条件，他不会去喝酒，他只是说他没有地方去诉苦，你没有听他去诉苦，他只能去靠喝酒来解决他的压力。我是觉得你们两个已经没有爱的能力了，你们只是在回忆曾经的爱。至少这1年，你们两个没有真正的去彼此为了未来真正相爱过。男生到廊坊来，对吧？唯一的目的是想要把女生带回去，就是把自己的爱带回自己的故土，能够在那个地方安家乐业。这是你当初来这个地方的目的。女生当初想要的就是一个爱我的男生为我而来，且我能跟爱我的男生在我的这个地方能够好好的过着小家庭的日子。不要让我太奔波，因为我折腾不起。你们两个最初爱的目的都是这样的，也就是各自为各自在做打算，因为你们并没有真正能够经营异地恋且如何在哪一个城市生活的能力。你们各自都想回到自己的家乡，是因为各自的家乡让你们更有舒适感。就像男生说的那句话一样的，我时不常的就会翻起我过去的老板的朋友圈。我为什么会时不时的去看一下？因为我怀念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我自己。我想象的是，如果我这1年没有走掉的话，我也许跟他能够共同打拼天下。但很抱歉，我自己没有能力在一个异土他乡去创造我想要创造的事业，我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大哥应该很有感觉，有些时候不是靠个人能力就可以做到的，可能就是团队，可能就是机缘，可能恰恰还有那个时机，但是你没有，所以你现在很颓废，你不愿意去结交他的朋友，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意义，你不想在这个地方扎根下去，你就想要逃离，但是你现在连逃离都没有能量，因为你回去以后你怕被耻笑，你带不回你的爱回去，因为它不属于你。同样对女生也是一样的，你有能力爱她吗？你也没有能力啊。1个星期7天，你说因为工作太忙了，所以我要喝4到5天酒，不好意思，喝酒能够解愁吗？喝酒只会增加愁，而且喝完酒宿醉过后，第2天根本没有精神，
如果你第二天早上就要去干高强度各种各样的事情，你难怪干不好，因为你一直在处于酒醉的状态当中。但你为什么要喝酒？你也在逃避啊，逃避你觉得你没有办法跟他达成共识，逃避你也不知道你该怎么跟他去相处。或许我都猜想你的朋友说，你干嘛非跟这个男的在一起啊？又没有什么稳定工作，长得又不怎么样，而且还是个外地人，你干嘛不找个本地的呢？我相信你的朋友肯定说过类似的话，所以你也在犹豫，你也在彷徨，你也在试图不断的往后退。所以我说你们两个都没有爱的能力了，你们只能是当初曾经在为爱想在一起的那一刻是有激情的爱，但是现在你们都没了，你们通过1年时间把你们所有的爱全部耗光了。所以如果你们要我给建议的话，不如分开。你看到女孩子现在不停地这么闹，其实我觉得这像是一场表演。按理说，从一个健康的角度来讲，都不应该1个星期跑出去喝3到4次酒，而且那么晚。他这种表演或者这种看起来很作的程度，不是为了让你看到他需求，他想让你足够更加重视他，很隆重地重视到他的需求。你不仅没有给到他这种情绪价值，而且你也没给到他要的那种程度，很隆重的那种程度，独一无二的那种程度，捧在手心里好好呵护的那种程度，你都没给。他不想给，因为他认为这个东西不健康。如果你也认为你选择的方式是不健康的，也许你们可以用更健康的方式，比如说，我就想宣泄我的压力，我可以健身，我会唱歌，我是个音乐老师，我可以大声的唱歌。那个晚上在校园里相对来说安全，我可以找到其他方式，比如找个地方跳跳舞，找一个空白的教室跳跳舞，都可以从体能上的消耗，让你觉得你的压力有缓释。为什么一定要用他不喜欢的方式去刺激他？所以到最后不是他爱无能，你和他是半斤八两呀。就如果你们非要说你们是有爱的，为了爱而奔赴到异地，为了爱而守候，或者是承受很多痛苦，希望改变，如果非要这样说的话呢，我也不否认哈。但我觉得你们所谓的爱是虚幻的，是建立在因为彼此不了解，网恋时候的新鲜好奇，或者在网络层面你们认为是美好的交流、欣赏、互动，奔现了。就网友奔现之后，可能容颜没有失望，但是内在其实是一再失望的。他真的是不合适。一个是特别宅，沉浸在自己内心世界很自我的男生，他是那种很典型的宅男。就我们看到好多这种男生就不需要出门，我的社交，我的喜怒哀乐在网上就可以实现。而你是一个需要别人关注，需要人和人之间互动，人和人之间分享，需要活生生的去一起做个事情的姑娘。虽然我觉得天天去酒吧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或者说一定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你是一个喜欢去与外界有强链接的人，你俩从这一点上就不合适嘛。我不否认你们曾经的付出，但我就是看到了一个词，不合适。所以咱们共同上了这条船了，也都是带着信念来的。这船不能够一起迎风破浪了哈，那咱就回到自己的陆地上吧。下次有机会看到适合自己的，咱再共同建造一艘漂漂亮亮的，大家在一起划桨向前行的船，就挺好的。我是建议你们分开啊，两个孩子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也都很坚定很勇敢，但不要再消耗自己的青春了。两个人在一起合适不合适，有时候很难通过性格差异来去决定。性格很互补的两个人在一起，如果能够志同道合，真正的有良好的沟通，那也在一起很幸福。你们俩性格明显是两类，男生比较内向，内心世界其实很丰富，但不愿意太多的去表达。女生，你去酒吧喝酒是喜欢那儿的氛围，还是喜欢那儿的人？喜欢跟那些朋友待着。对，待着你觉得是一种休息，对不对？是。他在家里同样自己跟自己在一个世界里，他也是休息。他去到你那个圈子里，他会觉得很累。所以说但你在那个圈子里是得到一个能量的补充的，你是很偏外向的一种性格，完全性格相反。怎么能够确定你们合适不合适呢？或者是能不能继续往下走呢？我想问你们两个一个问题，一定要
说实话，你们俩后悔吗？有一点点吧。实话，你真正的实话是比这一点点还要多一些，这是真话。女生后悔，对，符合你们俩的性格。你这个后悔一定是打折了的，就是真是很后悔，但你还希望去争取，因为你付出的太多了。你的后悔也是，你后悔里还掺杂着愧疚，很难受。这种愧疚让你不敢说算了吧，因为你会成为这段关系当中的那个罪人，所以是在耗，在等，在拖。你就多想听他说咱们不合适分开吧，你这样心里才能舒坦一些。但是随着你们俩这种互相耗着，越来越多的代价，越来越难以分开，还不如就说了，不好意思，我们彼此选错了。因为我们年轻错过一次怎么了？我们有试错的成本啊，我们要珍惜我们曾经一起经历的美好，我们去感恩对方。但现在我们的确是走不到一起了，那就分开吧，尽快的告诉对方真实的想法吧。在我这儿呢，看了你们的事情，包括结合过往的很多案例，我现在其实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对你们是有信心的，而且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愿意为彼此做出努力。其实坏消息也没有很坏，坏消息是你们的努力不在一个方向，是有偏差的。就好像你们现在虽然在一个城市，但是各过各的，但是你们还愿意在一起。然后当有问到男生爱不爱的时候，男方的一个语言模式是爱加上一个理由，就是我当然爱呀，怎么可能不爱呢？我不爱，我不可能那么大老远跑过来等等。我们从你的潜意识角度来说，已经反映出了你本人，男方本人对这个爱也产生了怀疑。你这个理由不光是说给对方听的，你也是说给自己听的。然后女方呢，其实呢，她为你付出了很多，你也知道，包括你想让她融入你的朋友圈子，我知道你也有很好心的成分，是想着她一个人从外面过来，可能没有自己的朋友圈子或者什么的，你很想让她和你融入的更紧密一些，也有一些新的朋友。但是其实呢，对她来说是一种负担。然后对此，你们可能都没有好好的心平气和的去沟通。然后还有想跟你们说的是呢，就是这个事儿啊，咱要分开看。比如说520那天，咱还是说具体的事情。520那天，你去等他，可能感受是很不好的，但是他后面其实会请假出来，这个事情其实说明了他的态度。但是我知道你的点在哪里，你的点在于，你出来了是好事儿，你送我回去是好事儿，但是你过程中，你送我的这个过程，你拉这个脸，你不耐烦，这是我不想看到的。我希望看到的是这1个小时，520白天在你工作的时候，你能陪我这1个小时，我们是开开心心的，那就足够了，那也很好，没有辜负我去了这一趟。把事情都拆分开去看，不要带着愧疚去照顾彼此，也不要带着愧疚去生活。好，那我们请2组嘉宾都回到我们的门后啊，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回。同时呢，您可以把您情感方面的法律困惑呢私信告诉我们的后台，然后我们会安排律师在节目的现场为您解答。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可以登录我们的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好，看看我们第1组嘉宾他们的选择会是怎样的呢？请开门。肯定是出来了啊！有什么想跟彼此说的吗？哎呦，这丈夫喘了口大气啊！是啊，特别怕他不跟你出来是吗？我先说吧，好吧。那个是这样啊，因为之前呢，确实这个事情在心里边郁结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有些话呢想说，也一直没有交流过。那今天呢，我们有幸呢也来到这个爱情保卫战咱们这个节目啊，几位导师帮我们做这个点评也好，点播也好，其实也是打开了我一些心结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彼此还是很珍惜对方的，我们来这儿呢还是想保留这份感情，保留这份爱情，并不想就是我们散伙。所以我觉得从今以后呢，我自己改一改，
要像刚才导师说的，要认清现实。现在我们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了，是吧？说有机会我去拼搏，我去努力；说没机会我就把我的所有的这个身心放在家里边，发挥我自个儿的价值，是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打开了我一心结，也感谢各位老师啊。妻子有什么跟丈夫说的吗？经过各位老师对我们的帮助，然后我也决定在家继续做他的贤内助。毕竟曾经我们有过很美好的爱情，继续把这个家维持下去，白头偕老。未来谢谢各位老师，未来一定还是美好的哈。对，赶紧抱一下吧啊！感谢陪我这么多年啊！感谢不离不弃啊！感谢，真的感谢啊！回家继续抱吧。好，我想感谢老师吧。谢谢。我想跟妻子提个小的建议，以后回家第一件事就去抱抱他。好的，啥也不用说。好，1个月以后你会发现他有很大的变化。好的，我们还是很感动的啊，有爱的夫妻。希望你们能克服所有的困难。好的，幸福快乐。谢谢。好，再见，再见啊。这夫妻俩有爱肯定出来了，那这对小情侣呢？他们是要把爱坚持到底，还是说，咱不行就撤？看看他们的选择啊！来，请开门。我觉得能出来吧。我觉得不能出来了吧？于老师觉得，因为他们都没有力量了。不出来也是好事，不出来挺好的。其实年轻早点做决定是好事，要不然太消耗哈。对，行吧，也祝他们各自找到自己的幸福。感谢我们5位老师的分享，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